好，今日我哋就係要拆解一個好宏大、好似神話一樣嘅科技故事。Meta 嘅朱克伯格最近係咁用希臘神話裏面嘅泰坦、普羅米修斯呢啲名去命名佢啲超級電腦中心，擺明就係想用錢同電硬生生咁做個神出嚟。但係如果我同你講呢個用千億美金堆砌出嚟嘅數位新神，其實有個致命弱點，就好似傳說中嘅金魚咁，得7秒記憶，你信唔信？而家成個矽谷，甚至乎全世界都瀰漫住一種氣氛，就係覺得只要有足夠嘅算力，即係電腦嘅運算能力，就可以一力降10倍，直接砸開通往通用人工智能 AGI 嘅大門。呢個就係典型嘅暴力破解思維。朱克伯格就係呢個諗法嘅頭號信徒，佢搞嘅根本就係一場昂貴嘅軍備競賽，起一座又一座巨型嘅數據中心，話要為全世界最頂尖嘅研究員提供最強大嘅運算資源。個潛台詞好簡單啊，只要我力量夠大，算法叻唔叻都係其次。無可否認，而家嘅大型語言模型 LLM 真係好犀利，可以幫你寫稿、覆 email， 甚至同你傾偈傾人生，搞到好多人覺得哇 AI 好快就可以取代我哋啲白領工作啦。但係就喺呢一個風光嘅表象下面，其實有個好大嘅裂痕，一個足以令整座算力巴別塔倒塌嘅裂痕，就係而家所有嘅大型語言模型，包括你用到嘅 GPT-4，都完全冇持續學習嘅能力。咩叫持續學習？簡單嚟講，就好似我嘅文章形容咁，佢嘅記憶好似魚一樣清新。你今次同佢對話，教識咗佢一樣嘢，你俾咗 feedback， 但只要你一開個新嘅對話視窗，佢就即刻變翻一張白紙，完全唔記得你之前講過乜。無論你點教佢，聽日佢都會犯翻同樣嘅錯。呢個就係問題嘅核心啦。一個唔識得由經驗中成長，唔識得累積經驗嘅工具，就算佢初始能力有幾強，佢都永遠唔可以成為一個獨當一面嘅員工，而只可以係一個需要人類時刻睇實嘅昂貴工具。咁當我哋明白咗呢個無記性嘅致命弱點之後，再望翻朱克伯格嘅算力軍備競賽，你就會覺得有啲諷刺。如果智慧真係可以靠電力同硬件堆出嚟，咁10年前數據中心已經勁到好似能源怪獸咁嘅 Google， 理應一早就有一支超級智能軍團啦。但事實係冇喎，呢啲所謂嘅科技敘事，好可能只係一場集體幻覺。真正嘅樽頸根本就唔係硬件，而係軟件，係算法。至於嗰啲畫大餅話，出年就會有 AI agent 幫你自動報稅、處理公司文件，聽落好吸引，但諗深一層就知道冇可能。你要一個 AI 識得喺唔同嘅 email、Excel 表、發票之間穿梭，仲要識判斷邊個應該找數，邊個應該批核，呢啲唔係背誦幾句術語就搞得掂㗎。訓練呢種 AI 需要嘅數據係極度稀缺嘅，所以我哋嘅變異認知就係，當朱克伯格同成個矽谷都沉迷於硬件軍備競賽嘅時候，佢哋其實係迴避緊真正嘅核心問題。呢個問題由1950年代已經提出咗，就係點樣令到機器真正理解而唔係模仿，點樣令佢哋由經驗中學習而唔係執行指令。70幾年後，呢個問題依然冇答案。所以當朱克伯格好得意咁為佢啲運算集群改埋晒啲神話名嘅時候，佢可能應該記住另外2個希臘神話嘅教訓，一個係飛得太高最終跌落海嘅伊卡洛斯，另一個就係不斷重複推巨石上山，但係舊石永遠都會碌翻落嚟嘅薛西弗斯。呢場通往超級智慧嘅競賽，真正嘅贏家好可能唔係擁有最大數據中心嘅公司，而係嗰啲真正理解智慧本質、解決到持續學習呢個樽頸嘅團隊。畢竟用算力堆砌或者可以將舊石頭推得快少少，但如果冇算法上面嘅突破，舊石頭就永遠都滾唔到上山頂。朱克伯格盜取嘅啟蒙火種算力固然重要，但係更重要嘅係你要識得點樣令到啲火持續燃燒落去。好，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。如果有興趣閱讀更多深度分析，歡迎訂閱我哋嘅 Patreon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